阿姐，阿姐！哟，这不是那个贱人的瞎子乞丐弟弟来收尸啊？你姐姐也真是赵元林，若不是还有我娘亲，我……哎，对了，你是不是有个叫李大山的叔叔是个赌鬼？去，把这个小瞎子得了10贯铜钱的事情告诉他叔叔。想不到找了几百年的胚子，竟然是个小瞎子。罢了，这也许就是天意吧。亲眼开启尤为困难，希望这次能成啊。不愧为空灵道体，开启心眼，只不过用了不到7天时间，此等天赋堪称绝世妖孽啊！原来这就是铜钱的模样吗？如今你所能看到的只有灰白之色，今日便不用泡药浴了。现在你境界是断体巅峰，从今天开始，你就要背上这500斤的石锁，无论是上山下山、打拳睡觉，都给我背着，不得取下来。是。臭小子，这都是为了你好啊！好香啊！哼，李冠奇，你鼻子好灵啊！每次我们家一做好吃的，你都准时准点来。孟万叔，你说谁能娶了你这个贤妻良母啊？臭瞎子，都快到做门实验测试的年龄了，你还没个正形。那，这是我娘做给爷爷的，你端走吧。我要去山里边啊，找些东西，过2天才能回来。你记得明天下山到长兴镇上给我打一壶酒啊！哎，这个药浴桶啊，已经给你放好了，吃完饭后记得要去泡一泡啊！知道了，爷爷。救命啊！站住！救命啊！救命！好啊，这下你还能往哪里？住手！啊，你是谁？少多管闲事！万叔，小瞎子，你怎么在这儿？我好害怕。看这些人的架势，附近应该还有同伙，此地不宜久留，我们先离开这儿。杀了我的人还想走？原来是他，赵元林。当年那次去照拂姐姐身上的伤，还有后来的死，就是他所为。当年我无能为力，可是现在，就是他把咱们的兄弟都杀了。没想到是你这个臭瞎的乞丐，当年的那场大雪没把你冻死，果然跟你姐一样都是贱货，找死！没想到你小子走了狗屎运，也到了断体境，杀你足够了。你不能杀我，马上就要测试灵根了。你是断体境，我有很多灵石，你要多少我给你多少。是，你的贱命只值10贯钱。赵老四来救我！护身灵气。果然，你和你姐姐一样都是贱种，你来杀我呀！等赵老来了，我就把你和你姐姐一样，连皮都扒下来。好，316计，走为上。
这都过去了1日，那筑基系修士还未追来，应该是不会再来了。这天色已暗，范叔的身体不适合再继续赶路了。不过他日若是让我再遇到他，我一定会杀了他，为阿娘和阿七报仇。范叔，你醒了？小瞎子，我们安全了吗？你放心，有我在，不会有人伤害你的。对了，现在天色已暗，我们明日一早再回家。嗯。你先喝点酒，暖暖身子。他不会是想让我喝了酒，对我……你也喝。万叔，你好漂亮。爷爷，回来啦。来，把手伸出来，最后一次了，忍着点儿。是。爷爷，我杀人了。所杀之人可是无辜？不是。那既然不是无辜，且师出有名，杀便杀了。对了，爷爷，您是不是要走了？我以后还能再见到你吗？修仙路漫漫，愿你勤恳修炼，可能你我以后还会见面，但你要注意，这修仙路上一些修炼了几千年突破无望的老妖怪会想办法夺取你这空灵道体，非亲非故对你好的人，日后一定要小心。另外，我此行去也是逼不得已，危险重重。这剑冠和这把剑，便是我今后所能留给你最重要的礼物。切记，这剑冠不可离身。你如今已经到了可以入宗门测试的年龄，往后你这修行可前往大夏剑宗，准备些时便动身去吧。过继，谨遵爷爷教诲。此前从村中离开时，没有想到晚出家竟是出门寻亲了3个多月还没有回来，道别的话都跟我说出。不过那一晚还好没发生什么事情，我这一进剑宗也不知何时才能与他相见。长老到！这位老者应该就是此次主持测试的长老孟林海吧，元婴中期的修为。老夫乃天金峰长老孟林海，主持本次大夏剑宗入门测试。试炼第1关便是这试炼天梯，2个时辰内能达到顶峰者，便可入我大夏剑宗继续测试。这试炼天梯险峻非常，恐怕能按时到最后能登顶的寥寥无几。现在测试开始吧。好，时间到，未通过者尽数回去，登顶者可上前测试自身灵根资质。今系天灵根。是他，赵元宇竟然也来大夏剑宗参加测试。孟长老，在下赵元林，久闻大夏剑宗以门内弟子持封正职，故而前来拜宗。然而此次前来的弟子中，有一人能用自己亲姐姐的性命换10贯铜钱。死瞎子，你想干什么？想死吗？我如今已然能初步牵引天地灵气，且又为惊喜天灵根，这怎么可能？李冠奇，你竟敢在长老面前伤我，难道是在害怕我揭穿你的恶行吗？安静，够了！好一个空口白牙，言语如刀，诛心之语。哎，你既然
说他是一个无情无义之人，那便拿出证据来，在这儿平白胡诌。那我可不可以说阁下是个好喜龙阳之人？你又能如何？村口的狗叫了，其他的狗也跟着叫，但他们却不知道为何要叫。人跟畜生最大的区别就是要有一个明辨是非的能力。你要干什么？你个死瞎子！我可是接近天灵根。没错，我是拿了你10贯钱，可是你敢告诉所有人这是什么钱吗？10贯钱是我姐姐入你赵府所供身死的钱，下人身死，主家赔钱10贯，历来如此。可是我姐姐怎么死的？她是被你这个畜生活活折磨致死，甚至连死后还被你们直接丢出来，连蔽体的草席都没有。没错，我从小就是个乞丐，你们赵家的残羹剩饭对我来说都是救命的，所以在你们眼里，我们的命就不值钱。10贯钱，姐姐买命的10贯钱，这就是那10贯钱。那又如何？这命就是不值钱，你就是天生的现收乞丐。我可是天灵根，天灵根，你是什么垃圾灵根？李南亭，你天金峰想要的这种弟子，我天雷峰是不会要的。但是你要想清楚，为了区区一个天灵根，你就要破粗训吗？狄长老，这赵元林说我是垃圾灵根，关七也想测试一番，验证一下可好？测，今日就算你是3系杂灵根，我天雷峰也要了。爷爷这些年一直给我弄来这么多药材，虽然没有测过灵根，但是想必也不会太差。废，你就是个废，连测明珠都被你弄碎。我看你连3系杂灵根都不如，天生的贱命。孟长老，我可是天灵根，我愿加入天金峰做内门弟子。像这种垃圾进入宗门，只会玷污了大夏剑宗的威名啊！你管好你自己吧。测灵珠居然不能承受住这小子的灵根之力，待我将天柱峰测灵杯举来，你且将手放在石碑之上，便可重新测试。什么？怎么回事？这是天灵根，空灵根。什么？他们居然是空灵根，这也太厉害了吧！看到没？我怎么说来着？这明明是我的徒弟，他得入我的宗门。不要再跟我争了，成何体统？堂堂一峰长老，拉拉扯扯，场中各位长老都各罚3月俸禄。我乃大夏剑宗宗主陆康年，拜见宗主。宗主，不知可否让弟子处理点私事？你我之间得有个结果吧？你要干什么？你我死斗，生死无怨。准备吧，赢了就可免死。我赢了就让我走。你想留，大夏剑宗也不要。死斗开始，不尽用一切手段，一人身死结束。去死！去死啊！姐，娘，你之前可测试过灵根？未曾，我一直跟着爷爷修行，他并未告诉我我是什么灵根。你爷爷叫什么？苏璇。好像之前并没有听说过有叫苏璇的元婴期修士。无妨，既然你之前没有测试过，我今日便给你讲讲什么叫做空灵根。空灵根又被称为空灵之根，拥有此灵根的人可以任意选择一系作为自己的圣品灵根，并且一旦进入修炼状态，修行速度是普通3系灵根的20倍。敢问宗主，圣品之上可否还有更高级的灵根？是有的，圣品之上是神品，拥有这种灵根之人都是身具大气运之人，
修行方面更是超越圣品10倍。前些日子我得到消息，沈宝玉玉主的女儿便是觉醒了圣品冰系灵根。不过如今咱们大夏剑宗也有了圣品灵根，今日能有弟子测试出圣品灵根，乃是我宗门盛况。故而今日前来测试的所有弟子，只要是3系灵根者，皆可入宗，暂且加入外门安置。哇，太好了！太好了，太好了！那么李冠奇，宗主，你看冠奇身边那个像不像是剑侠？咱们大夏剑宗主修剑道，我以为他一定会选择金系灵根。以你所见，哼，你能看得见什么？万一，我是说万一他选择了土灵根呢？选土？选个串串！他要是选土，我吃10斤人中黄。还金灵根？金个屁！我天雷锋的雷系灵根才是杀伤力最强的。回禀宗主，冠奇选择雷系。原以为还能收最后1名弟子，但现在看来，从今往后，关于对天雷锋的修行资源要重新分配了。准！李冠奇觉醒圣品雷灵根，赐炼气丹3枚，下品灵石300，宗门贡献点500，天雷锋别院1座。令准，天雷锋所属弟子无需消耗贡献点进入灵台3次。谢宗主。谢宗主赏赐。天柱峰的这些人中，昨日徐长老说天雷锋峰主雷影者金丹期大圆满，如今正在闭关冲击元婴境界。天雷锋多年未曾招收过弟子，今日李南亭怎能迟迟未到呢？宗主说笑了，我天雷锋3年未收新徒，怎能迟到？既然来了，弟子李冠奇的入封仪式便正式开始吧。此为大夏剑宗开宗之主。大夏剑宗宗训：手中剑不指弱者，心中剑不畏强敌，平天下不平之事，杀天下该杀之人。若有朝一日因宗训出手遭遇强敌，宗门必举全宗之力护门下弟子周全。李冠奇，你可愿拜入大夏剑宗，附属天雷锋？弟子李冠奇愿拜入大夏剑宗。冠奇，起来吧。既然已入天雷锋，那么势必要有师傅领教。冠奇既然选择了雷灵根，这天雷锋中便只有你最合适。无论剑法、功法、雷系灵力运用，还是灵咒上的造诣等，你都是最佳人选。李南亭，你可愿意做李冠奇的师傅？小子，我来做你师傅，你可愿意？弟子李冠奇拜见师傅。今日我李南亭收李冠奇为关门弟子，日后请宗主多加关照。冠奇，身后所背之物也是你爷爷留给你的？是剑匣？是我爷爷留给我的，可爷爷说他不叫是剑匣，叫剑冠。日后若有人问你此乃何物，你只许说是普通剑匣，只是修炼之用。为什么？因为会有人见宝起义，杀人夺宝。你这剑冠只有达到法宝，甚至说是古宝级别的长剑，才有此般封存，所以才不外露，一定要小心谨慎。弟子明白。修仙路远，勾心斗角，城府心计，修仙者的世界中遍布腥风血雨，重宝出世，定会有无数人前赴后继，到处厮杀。所以我认为，所谓仙，便是只有一个字：争。与人争，与地争，与天争，夺灵气，夺气运，夺机缘，长生万载，无喜无悲，一仙一魔。修仙本就是逆天行道。冠奇，你可明白？弟子明白。弟子谨遵师父教诲。
不过今日你不必那么紧张修炼，明日卯时，在天水峰讲课之人沈兰长老给你们新入门弟子讲述修行第一课，才是至关重要。大夏剑宗新晋测炼弟子入天水峰听学。你们手中都有一枚玉简，这将是伴随你们一生的东西，务必走到何处都要带在身上。主要功能是记录宗门积分和兑换，宗门弟子在外互相定位的。另外，我今天要讲的是灵虚和命势。修行之人达到筑基境者，可以通过某种方法开启灵虚。灵虚存在于灵台之中，不过90%以上的人灵虚中都是空无一物，就算是有，大概率也是无用之物。师父，我灵虚中的物品就是这条蓝灵，可以用来困人，亦可以柔克刚，用于功法。灵虚之中的物品类同于法宝，可以与心神相连，祭炼在身体之中。若是有与自身相匹配的法宝配合，威力更甚。再者便是命势，金丹境时会有天人之感，有上界仙人对你赐下命势，被赐予命势之人可以短暂借助上界仙人的力量对敌，所以这也是最关键的一点。切记，遇到身怀命势的人，与之厮杀时一定要千万小心。对了，沈长老，您是否拥有命势？这也就是我要跟你们说的。凡我大夏剑宗弟子在突破金丹境时，大多都可以获得命势，因为我大夏剑宗的老祖就是飞升上界的大能修士。大能修士这么厉害啊！好了，你们先不用议论了。目前对你们来说，锻体才是万事之根本，也是最紧要的。锻体境少则3月，慢则1年，就可以达到锻体境大圆满。就比如李冠奇，他便是锻体境大圆满。李冠奇，你如今锻体境大圆满，这500斤巨石之力，对你来说应该可以举起吧？弟子献丑了。哇，这沈长老，是这样吗？500斤的巨石就这么简单的举起来了？看他挥舞的几下这么轻松，他锻体境到底修炼到了什么程度啊？好了，快放下吧。接下来我将炼气，根据你们手上的法诀运行路线，感受天地灵气，找到属于自己的灵根切合的力量，引入体内，最后稳固在丹田，形成气旋，便是突破炼气境的征兆。这个引气需要时间，就算是天灵根这一步，也有卡在数月的。哎，李冠奇，这发生了什么？第1节课就突破到炼气1层了。想当初我天水灵根也用了2天半，这就是人和人的差距吗？这是什么？好难闻的味道。这些东西都是修士体内的杂质。修行入道会逐渐随着提升境界而排出，你先去收拾一下吧，其他的人留下继续学习。是。沈兰可是给你们讲了灵虚和命势，这灵虚之事乃是出生时便定的，对你影响不大。如今你已经一脚踏入修行之道，那么为师便给你讲了接下来的修炼。炼气共分为10层。前3层练肺腑，中3层练静脉，后3层练神，目的是让你的身体更好适应灵力
和神识。此刻，你有没有感觉眉心有些肿胀？这便是初具识海的表现。现在的神识就和你的丹田一般脆弱，修行之时切记一定要心无杂念入定。之后，如果炼气突破10层大圆满，便可尝试筑基。这是储物袋，你仔细感应一下自己的灵台神识，集中精神，分出一丝，便可查看其中的乾坤。终于可以用神识了，我终于看见这世界的缤纷了。之前宗主奖励你500贡献点，你择日可前去天剑峰藏书阁挑选一本适合。师傅，知道你去了藏经阁，为师在此等候你回来。想知道你取了什么功法，也方便给你指导一番。我拿了一本《九转行雷经》。怎么，你没拿那本《混元天雷功》？也罢，等你到了金丹境，再换功法也行。你先把你的功法给我看看，然后屏气凝神，开始修炼。你自己是第一次修炼，我在旁边顾着便是。徒儿，开始吧。是。镇守天灵，紧守心神。方才我好，已经过去1个月了，现在已经炼气5层圆满了，可以尝试冲击第6层了。自从剑关上次的异动后，到现在都并未再有过，难道真的是我的错觉？这是怎么回事？你是何人？我是剑关中一柄剑的剑灵，从今以后你就是我的主人，但你实力太弱，无法掌控我本体。而剑关内的另外2把，也需你在金丹期才能开启。我方才借助你的部分灵力才能苏醒，至于原因为何，我也不知。这柄剑关内有一处特殊所在，身为主人的你可以自由穿行，还有一处修炼所在，以灵石镶嵌阵法而获得时间加速与此界1倍的速度。你今日所损耗的灵力，3天内便可尽数复原。加速时间的阵法？正是如此。但还有一点，我此次苏醒，为了你的修为考虑，短期内我不会再吸收你的灵力。等你修筑完成之后，你炼气13层。可我师父告诉我，炼气境界只有10层，这个要求我应下了。不过接下来我要抓紧时间修行，你无故不可吸取我的灵力。刚才剑灵所施展的那一剑，应该是……好惊人的悟性，难道他真的可以？势如脱兔，冲若奔雷，这剑招便叫奔雷吧。剑招不在于花哨，而在于是否能一招制敌。你领悟的不错，再加上这奔雷剑招，出其不意下，就连筑基期修士也会栽个跟头。自从上次教给我炼气13后的功法之后，现在已经突破到第11层了。关琴，来一趟天雷峰主殿。听师父唤弟子来，所谓何事？是件好事，我们和其他宗门共同执掌的云梦仙宫会在1个月后开启。本次由天水峰沈兰长老带队，总共有3个名额，分别是天金峰的叶枫、天水峰的柯琴，最后一个便是你。师父，这云梦仙宫是什么地方？这云梦仙宫啊，是一处连接无数秘境的入口，每100年开启一次，且只要开启之后，秘境都不相同，其中都有数不清的天材地宝，且只允许炼气期的修士进入。另外，其中每次秘境中出的灵物都不会超过金丹境，但是对刚步入修行的修士来说，已经是天大的机缘了。这定然少不了一番争夺与厮杀啊！
之前我便跟你讲过，修仙修的便是一个争字，无论你是何资质，如果没有争取之心，便不可修成。厮杀是在所难免的，徒儿你要切记，无论在什么情况下，首先要保证自身的安全。里面的情况诡异多变，这件法器长剑便赠予你。徒儿多谢师傅，谨遵师傅教诲。好了，现在这里没人，你出来吧。你之前说那云梦仙宫有点意思，你知道这个地方？小百通境罢了。这地方是上界大明修士所遗留下来的秘境，这种地方会被动的吸引很多空间碎片，正如李南亭所说那般，每次都有不同。这么说来，这其中除了会有同修之间的争斗，倒也不会有其他自然环境中的危险。每个秘境都有所不同，除了极少会十分安全外，其他的都不能保证。但是这个地方既然限制炼气境的话，想必应该不会有太多厉害的东西。而你现在所需要担心的，正如此前你所说的修士之间的争斗。多谢。我可不是在帮你，你我如今连接一体，等你筑基之后，我还要靠你的灵力供养。你死了，我也会消。见过沈兰长老。你小子可不要只顾着练剑，灵咒一道也要勤恳一些。近些时日，天水峰的课业可是缺了不少。总不能告诉你，我为了突破炼气11层，一直待在剑关空间里修炼吧？是。你们师父应该已经告诉过你们，此次前去何地。那么我便说说此次前去云梦仙宫的事。这些势力分别是青龙岛、万仙剑派、紫霄阁、七玄门以及我们和正月宗共6大宗派共同掌控，以供弟子试炼之用。但试炼毕竟是试炼，其中有不属于我宗门弟子，势必会厮杀。你们切记，无论在什么等级天才地宝面前，保存自身才是最根本的必要。其他多余的话，你们师父已经跟你们说过了，我就不必再说了。此去要些时间，明早起身，你们先回房间休息去吧。是。诸位都已来到，在此我再言明一遍，云梦仙宫秘境中生死自负，接下来那便请都取出开启玉佩，共同开启吧。此次进入秘境，以李观奇为领队，切记秘境之中除了你们之外，6大宗门都有参与，尤其是万仙剑派，你们一定要小心。万仙剑派一向与我大夏剑宗不对付，唯有正月宗与我大夏剑宗向来交好。你们在里面遇到危险的时候，该出手便出手，该杀人就杀人。诸位进入秘境切记，莫要在其中突破筑基境，否则会被传送出来。你们进去吧，切记要注意自身安全。是。找死！想跑，没那么容易。七贤门，受福吧！杀人了！他要杀我，我为什么不能杀他？既然说了，在这秘境之中，无论生死，那就别当作是一场游戏。刚才那人被你杀掉时，我看到他用了下身份御剑，传递出消息，恐怕他的同门正在赶来的路上。他们来势汹汹，既然如此，就别再多想，在他们出手之前，全部斩尽杀绝。师兄，沈兰长老在外面，便让你为我们领队，你说我们怎么做？他的同门
正在赶来的路上，你们四处埋伏，我来引诱。上！炼气10层，动手！柯琴，动手！动手啊！柯琴，找死！柯琴，柯琴！生死之间，慈悲畏缩之心不可有。将他的尸体收起来，这是我们作为同门唯一能为他做的最后一件事。此地不宜久留，走吧。叶枫，叶枫！剑灵，这到底是怎么回事？这应该是这处宗门遗址的密道，一般情况下都会在这里设下随机传送阵法，以防有人在内部埋伏。你与他们传送的地方应该有所不同。这大殿竟然藏在如此隐蔽之处，应该会有些好东西吧？难道此人是这宗门之主？玄机巅峰身法雷闪，还有这么大的空间，和几百块中品灵石，难怪师父常说修仙界中劫匪众多，杀人夺宝来的好处真是不错。难道还有什么隐秘之地？你怎么出来了？不是每次出来都会消耗巨大吗？这东西怎么会出现在人灵界？这是什么东西啊？这个东西，你必须要拿到它。不过想要拿到，只能靠你自己。如果可以，最好将整个祭坛全部带走。这剑灵历来神秘，能令他都这么失态的，肯定是重宝。天了，老子过来！区区雷霆之力，九转行雷镜，给我炼化它！12层，剑灵，这到底是什么宝物？甚至差点让我命丧于此。雷龙剑，这东西怎么会出现在人灵界？不应该啊！雷龙剑竟然是这样的宝物。这东西可需要消耗不小的负担。你此前收的祭坛需要上品灵石催动，如果换算成下品灵石，1个月需要3000块。不过我看这灵石灵力目前还能撑个1年半载。3000块，比我自己修炼还要贵。师兄，快来！我们找到了2部玄机功法，万山剑派和其他几个宗门正在追杀我们。你们3方是想将我赶尽杀绝吗？就不怕剑石镇月宗和大夏剑宗联手报复？只要我们今天杀了你，谁知道是我们杀的呀？就像七玄门那2个蠢货一样，动手杀了他！我看你们也什么能耐！上！你说你好好活着不好吗？非来招惹我，还杀我同门，所以你真该死啊！现在只有我们2宗弟子，其余4宗的人全部都死了。记住，我们不知道他们怎么死的，秘境之中，我们也从未遇见过。沈长老，你们回来了，发生了何事？柯琴呢？沈长老，柯琴在秘境被杀了啊！另外，
我在秘境中击杀了除镇月宗外的其他4宗所有弟子。宗主，李冠奇在秘境中杀了4宗所有弟子，速速前来支援，以防4宗联手阻拦。哈哈哈，放心好了，我这是未雨绸缪，就算是你把他们全杀了又如何？1000年前便立下规矩，进入秘境生死自顾，更何况他和我们大夏剑宗掰手腕，他们哪还是嫩。只是可惜，柯晴以他的心性，我本不应该答应让他前去。啊！不用担心，他们不就死了几个弟子吗？秘境是秘境了，真有能耐便将你们全杀了。是他们技不如人。徒儿莫怕，你身后是我大夏剑宗，没人敢伤得了你。如今秘境一行，观你气息又有所增长，你且安心修炼本事。是师父。走，回宗吧。从秘境出来已经月余，确实不能只研习剑法和雷系术法。灵咒知道的研习也应该加强。沈长老，您一向对灵咒的研习很有见解，还望赐教。灵咒一道乃从上古起源，后经远古发扬光大。目前所有灵咒共有300道，越往前威力越大。另外排名前30的被称为禁咒，但是近代不少灵咒已经失传。那这样说来，上次在天剑峰控制的那名欺负凡人的弟子也没有灵力波动，也应是灵咒。那孟林海长老击打赵元灵用的雷神剑应该也是类同。灵咒可以让金灵根的弟子可以施展雷系法术，重点要感受天地灵气中雷系灵力的波动，并且口中喊出其灵咒名讳。你手中所拿的就是宗门内记载灵咒的口诀，你便自行观看。雷神剑。圣品灵根果然天赋惊人，虽然为其灵根同源灵咒，但如此迅速便掌握也是难以见得。便是如此，你越发往后修行，灵咒的威力也会越来越大。接下来你便回去自行练习吧。是，长老。最近你体内的灵力愈发精纯，到了筑基期后便会液化，辟谷不用再食用人间烟火之物，而寿元也可约有200余年。师父，徒儿发现在10层大圆满中尚且有些不足，准备在沉淀打磨一番，再去突破筑基境。无论你是什么灵根资质，在修行之路上具体能走多远，我们都要看它的根基是否牢固。你的这种想法是正确的，筑基之事的确不能操之过急，趁着这段时间境界方面先不用那么急促。听说最近在研究灵咒，我这儿有一道灵咒，名为破阵剑，排名虽然靠后些，但胜在威力较之雷神剑更为惊人，你可拿去仔细研究一番。好厉害的灵咒！这道灵咒与你契合，更能增添你的战力，且看好了。破！好厉害的灵咒，确实比雷神剑更为厉害。你可先尝试打通关键穴窍。破阵剑！破！我怎么没有师父那般威势？莫要好高骛远，为师为金丹期方才如此，你如今才是炼气期。从秘境中回来已有数月，是时候再沉淀打磨一番。在剑关空间内修行，我体内的灵力已经达到了饱和，还是迟迟无法突破。看来只能借助这生灵台上的阵法，进一步提纯灵力了。好精纯的灵力，不愧是玄机生灵台。金转行雷镜，我
运转到极致，73层，我破！快运转功法，天道馈赠，能吸收多少便吸收多少。这东西对我们都有莫大的好处。锦灵，我快吸收不下了。继续，如果日后你还想要见到爷爷，今天就不要放弃。我现在帮你炼化，另外我也要从中吸取一些补充自身。天道馈赠啊！宗主、师傅，你们这是？好大的七海丹田！我修炼至今，你怎么还没筑基？关奇确实并未筑基。好样的，不愧是我的好徒儿，竟然能引来天道馈赠。不过你现在体内的灵力有些混乱，需要到剑塔磨练一番，释放出体内驳杂的灵气。弟子也正好有此所想。去吧。上次练第5层的时候，到达剑塔6层还比较吃力，如今已经完全没有压力。那便看看现在的我能到达几层吧。7层，10层，14层，破！觉得丹田有些胀痛。你可以考虑准备筑基的事情了。我不是刚突破炼气13层吗？这便是天道馈赠的好处了。寻常突破的灵力需要许久才能打磨完成，可是因此你也直接跳过了这一步，又借此剑塔磨练后，炼气13层已经大圆满了。行，那便下次再来吧。也不知道宗主和师傅怎么想，非要让我在众目睽睽之下筑基，若是没有成功怎么办？李关奇今日筑基，也是我大夏剑宗多年来第一次圣品灵根筑基，尔等且要好生观摩，莫要喧哗。筑基，镇守灵台，道元归一，心中莫要去想其他无关之事。趁着筑基破境，冲开这所有窍穴，对接下来的修行有莫大的好处。坚持住，要坚持住！都到了这一步了，那就放手一搏吧。又是天地异象，圣品灵根成就筑基，难道如此恐怖？这样下去的话，成就金丹之日，那应该是何等的景象！我破！进来！师父，宗主，我现在终于可以御剑飞行了。宗主，师父，弟子筑基已成。你可告诉他那件事了？还没有。此前关奇从剑塔回来后便要筑基，如此一来，我便没有告诉他。关奇筑基之事引动天地异象，今年灵虚之事，我们大夏剑宗能不能分上一座秘境，没准儿还真的要指望这小子了。那么今年便由你带队前去紫阳殿给弟子开启灵虚吧。一路上你可要好生看顾。这次前往紫阳殿开启灵虚的弟子只有你们2人。按照惯例，若有宗门弟子有灵虚中生出极为厉害的物品，紫阳殿便会奖励一座修行秘境，给予其所属宗门。师父，宗主可是和您说了什么？
你这小子倒是有些聪明。宗主说，今年的指望全在你小子身上。作为宗门长辈，我自然和他的想法是一样的。但是作为你的师傅，林虚中无论开出何物，都是早有定数，你们不必压力过大。弟子谨记。到了。这紫阳殿不愧为整个北域最强大的势力，据说他们殿主已经是化神境的象征。你们要好生注意，进去无论灵虚中开出何物，都不要丧气，这只是你们自身的一种手段，修行境界才是根本。是。这是什么？怎么这么多？你们会找到比我更合适的主人。那须弥九公诛仙纹，苏璇，你到底是谁？以血纹分割刻画而成，就是为了掩盖他的空灵道体吗？因果线，你这是想让我彻底和他的命运因果绑定在一起？既然如此，我倒是想要看看他到底成长到什么境界，你就到底想做些什么？这就是我灵虚中的宝物吗？果然是好剑。9品剑气，这等人物若是不死，100年内。此次紫阳殿之行中，我灵虚内拥有9品剑气，还好那殿主没有强行将我留下，否则说不得师父和师弟此行都有危险。你这是怎么了？那把剑是我本体的一道虚影。什么剑？你说的是我灵虚内的那把剑？虽说是一道虚影，但没想到你竟然真的可以承载。你曾经受过伤？我曾斩过一物。从今天开始，你我命运相连，从此并肩作战。不管你走到哪里，我都会跟你一起。宗主，此次开启灵虚，我剑宗李观奇开出9品剑气，叶枫开出7品剑气。另外，紫阳殿奖励我剑宗2座秘境使用之权。我大夏剑宗应当强盛矣。天雷峰弟子李观奇觉醒9品剑气，奖励培元丹10瓶，宗门积分3000，下品灵石5000，地级生灵材1个月，藏书阁内功法2本。叶枫培元丹3瓶，积分1000，下品灵石1000，玄级生灵台1个月。你们新进弟子入门已然有半年了，修行应该松弛有度，近些时可放你们归家一趟看看。为期1个月，就此散了吧。哼。哎，我说你啊，你现在可是宗门之内筑基第1人了，还这么努力，歇歇吧，想想一会儿下山去哪儿。我的家人全都死了，所以我打算回去祭奠一番姐姐和母亲后，再回宗门继续修炼。抱歉，其实我倒想这一切从未发生过，饥荒也从未来过。师父，您前日唤我，所为何事？看来这1月你又进京，筑基中期指日可待。上次你走得匆忙，倒是并未告诉你，如今你既然已经筑基，可前往剑宗后山中，根据玉简挑选一处山峰，作为你的修炼洞府。还有百宗试炼马上就要开始了，这段时间一定要潜心修行，这是一场盛会，你可莫……何方小气，胆敢犯我大夏剑宗，找死！林东，关奇，你没有事吧？我没事。此人名叫林东，曾参加过大夏剑宗测试，说过几句话。没有想到，关奇，这件事
交给我们，此地之事不外人。明白。看来我们大夏域要不平静了呀？怎么就专挑这个时间？兰亭，此事交给你去办。这些人能绕过宗门大阵界，定是有人内部勾结。若是查到是谁，无论是何人，直接报与我，当场斩杀。是，看来我们要专心准备这次拜。上次灵东之死，本师父可也不给我回应。近日内，宗门长老频频来回外出，也不知是发生了何事。现在我已筑基后期了，10日后便要出发去北域天域关。倒不是对这比试没有信心，总是觉得哪里怪怪的。参见师父。好，已经筑基后期了。以你现在的功力，我估计在我青云大陆3宗6殿之内，已经名列前茅。啊，对了，师父，您最近在做些什么？怎么感觉您甚是疲累啊？不是，我来此处就是想嘱咐你一些事情。另外，还有，要是这次比试能取得好的面子，能否？陆康年，安天哥，要杀我剑宗天骄，就你一人来此，太过小瞧本宗了。陆康年，你大夏剑宗杀我门下灵东，还敢信口狡辩？速速将凶手交出，否则你们宗门弟子就不要想着前去参加百宗大战了。安天哥，你当真要将我把事情全盘托出吗？来人！何时有这么多原因？今日既然紫阳殿为了谋害我剑宗天骄，不惜用下这种手段，那我大夏剑宗也不惜与你开战。如今谋师问卜的目的已经达到，就是可惜上次正好前来探查被杀了，本还想尝试能否将那小子直接杀掉，让大宗大战一生变数。不过如今事不可为，只能先行离开，并告诉店主再说了。3日，给你的3日的时间交出凶手，否则3日、300日也不可能。莫要以莫须有的罪名冠在我头上，不错。刚才没有被吓到吧？想害我大夏剑宗弟子，要从我的尸体上踩过去。你们上次前去紫阳殿，开启灵虚，观其的天资被其父殿主所忌惮，故而表面上看似亲和，但背地里却早已派人来我宗门示恩。上次林东之死便是他所出手，看来今日是沉不住气了。原来是他！不是，这背后之事，宗门自有长老宗主操心。你所要做的，便是好好修炼。原来事情皆由我而起。他，你不要自责。我大夏剑宗受紫阳殿忌惮许久，此前便多有此种情形。如今天骄出事，故而这次才做得过火。而我大夏剑宗也并非是那等软柿子。至于林东，只能说他命该如此。关奇，宗门内的事情你不用担心，现在立刻前往百宗大战。天域关到了。好壮观啊！百宗大战各宗已全部到齐，本座北域天王龙群主持本次百宗比试，明日速到后山集合。老规矩，宗门积分魁首的奖励：中品灵脉1条，下品灵脉3条，D 级功法4部，洞天福地秘境3座。好大的手笔！灵脉、地级功夫、秘境，这随便拿出去一个，都是能掀起腥风血雨的东西。若是大夏剑宗有了这些，不出百步，定能超越紫阳殿。每轮对决随机进行。
大夏剑宗对战六阳书院。抽签结果已定，那便开始吧。去吧，六阳书院，切记莫要让他们有使出法宝的机会，其他的便是要保全自己为准。是，长老。大夏剑宗，李观奇。六阳书院，陆承言。落泪，认输者输，尽量莫要伤人性命。百宗大战现在开始。筑基黑土冰封，这应该便是沈兰长老所说的法宝。不过使用它的人太多了。一阳开天眼，二阳撞五感，三阳纵疾风。就这，你把上下几页全都翻了吧？大言不惭，受死吧！嘿，太慢了。这怎么可能？四阳刀气长，五阳力万钧。不，我不能输！我是六阳书院大师兄，我才是天骄之子，受死吧！萤火之光还想与皓月争，真是作死分天之。只叹你是可怜又可悲。大夏剑宗李观奇胜，获3积分。竟然是他，赵北辰，他竟然在总殿阵。哼！陈长老，我想申请炼狱挑战。炼狱挑战？你可知道那是什么？是你一个人要面对所有宗门的车轮战。我明白，尽力就好，千万要注意自己的安全才是最重要的。沈长老，您放心，若是不敌，我一定会投降。大夏剑宗李观奇申请炼狱挑战。炼狱挑战？你可知炼狱挑战是什么？莫要以为自己轻易赢了几场比试，便可以如此狂妄。大夏剑宗李观奇申请炼狱挑战。大夏剑宗李观奇进行炼狱挑战，一人对战5宗所有人，车轮战，胜直接获得魁首。为了区区排名，便要来送死，真是愚蠢！此台为生死擂台，上台者不论生死。大夏剑宗李观奇进行挑战。好，紫阳殿，你们派何人上场？龙区前辈，下面我紫阳殿其他弟子全部认输。此战足我来，此战便是决战，继续比武。赵北辰，你终于胜，那么我就没必要隐藏实力。他竟然在此前对阵之时得了实力，半步惊呆。我真是没想到，当年的一个小瞎子能达到如此地步。不过也就止步于此了。李观奇，当年我说过，2年之后我一定要击败你。今天便是这个时候。2年前你不是我的对手，不管过多少，你依旧不是我的。接招吧！速度，可惜还差点。那你试试这招呢？破刃！血剑，冲！紫莲，你现在还没有进丹，若是强行使用，恐怕会有第一剑，红莲。这是要破金丹？就你金丹境，只能扛过这9个危机，金丹变长。6道、7道、8道，来呀！本雷啊！云将，紫阳殿殿主韩天歌，你们紫阳殿当我是死的吗？前辈，我无意冒犯，可是赵北辰是我唯一的亲传弟子，与我何干？等等，你们紫阳殿是否认输？认输。大夏剑宗获得本届百宗大战魁首，天开启了炼狱模式，故而中品灵脉改为上品灵脉，
其他相同。从天鱼关回来已经过去了半年，金丹初期已经圆满，接下来便要冲击金丹中期了。那赵北辰虽然被我重创，但却并未完全死去，始终是一个隐患。紫阳殿狼子野先路人皆知，势必要来宗门进犯，可如今为何这般风平浪静？所有金丹以上弟子速来天剑府。武宗来袭了。紫阳殿殿主韩天歌，当真要携众人破我宗门吗？事已至此，多说无益。紫阳殿不可能看你大夏剑宗崛起，除非交出李关起。关起，你且站在一旁，不要乱动。大夏剑宗众弟子听令，在给本宗杀敌！你何时突破到了化神中期？今日定要让紫阳殿所有人尸骨无存。刚才宗主说让我不要乱过，以防着给云英和大勇偷袭。可是这么多人，我怎么可能置身事外？居然恢复了！想不到我也刚突破了金丹期。金丹期又受死吧！红莲奔来！怎么这么强？还想跑？这么贱！荡魔！火刃，这是赵北辰灵虚物品的特性。你不是感受到了吗？阅读造剑之观，造强者之剑，夺强者之虚。想不到剑官原来如此。以你现在的能力，只能掌控3种他人灵虚的能力。不过，你还是先过好外面的情况吧。大夏剑宗第38任宗主陆康年，今日请老祖降临，斗胆换仙名，太乙真仙叶红前。韩天歌，来战！该死！大夏剑宗怎么可能有这般底蕴？紫阳殿弟子撤退！北域众弟子听令，在！紫阳殿殿主协众袭击我大夏宗门，给本宗反杀回去！反杀！反杀！关起，你跟随梦林海长老，暗中拔掉他们的阵眼，一切小心。是，宗主。陆康元，大夏剑宗当真要赶尽杀绝？陆贤争锋，你杀我，我要杀你。你作为化神修士，不赢不懂。康年，这是你逼我的！少废话，杀！韩天歌，你给我死！不好，武宗大阵阵眼被毁。陆康年，你断我后路，大家都不要活了！所有弟子听令！是。今日不是我紫阳殿死，便是大夏剑宗亡！给我杀！大夏剑宗诸位道友，给我杀！陆康年，你还救了帮手！天金峰弟子计划归宗，弟子吕一阳，弟子族辉，37代天金峰峰主崔玄，35代天水峰峰主如山，33代掌心玉言，化神大圆满归宗，700金丹，58元婴，2位化神中期，1位化神大圆满，大夏剑宗，你们到底是什么妖怪？紫阳殿完了！殿主，曾经我们的同门，经过这一战，都阴阳相隔了。关七，节哀。当时的场景瞬息万变，谁也不知道下一刻会不会活下来。我想出去看看。你要走？我能不能跟你一起走啊？你知道的，我这个人
运气一向不怎么好，赌什么输什么。我想跟你一起的话，或许运气会好点儿。好，你如今已然筑基大圆满，不日便可见。在宗门内还未曾觉得，这一眨眼竟然过去1年多了。确实有些不舍，感觉像是离家的游子。那你留下来教导入门弟子，我走了。哎，别，赶紧走，可别再让宗主抓我们去当壮丁。宗主，师父，弟子李关奇就此拜别。也不知道他们2人何时才能回来。少年人当有少年气，哎，出去磨练磨练正好。如今宗门百废待兴，南庭啊，你可要打起。老大，你说我们拼死把他救回来，他该不会是死了吧？他的体内还有灵力尚存，应该能扛过这些行程。刚才县令说，这曹岩修行资质比之叶枫还要高，说不得日后会对我有所助力。但他人下了狠毒手段封印，需要我用灵躯内的剑灵本体投影，方能解开，需要沾染上他的因果。因果。斩！没有想到这个封印这么难破。李大哥，我身上的枷锁，你身上的枷锁诅咒已经被我老大给去掉了，还不赶紧谢谢？哎呀，多谢李大哥。你就此离去吧。李大哥，叶大哥，我想追随你们。我们一行此去，不知还有多少艰难。如果能让我追随你们2位的丹药，我就此包了。你是炼丹师？什么炼根？其实我不单单只会炼丹，符箓、阵法都略懂一二。我原本以为李关奇已经够变态的，没想到你也这么变态。李大哥，此事改天再议。哎呀，别呀！哎，看我干什么？我说了又不算。二哥，我们自打从枫叶城逃了都快半年了，老大这元婴境什么时候破呀？着什么急？哎呀，自从半年前我们将那郑少华杀了之后，他体内的元婴大能气息，那名元婴修士一直在追杀我。元婴大能又如何？他在南泽城中做的那些事，还怕我们杀他了？此人就该死。二哥，是那郑德元，那真该死！郑德元百年才育有一子，尔等却给我杀了！今天我把你们成皮扒筋，父怎能罢休？元婴天劫，老夫今日便要亲眼看着你度这元婴天劫，希望你不要死在这天劫之下。不可能！老夫堂堂元婴后期大能，就算这小子度过了元婴天劫又如何？老夫只手可镇压。蛇鼠，代我获得的尊职，而可敢试试我手中的剑，是否还锋利？待你能度过这天劫再说吧。元婴大劫、雷劫反倒是其次，心魔大劫才是最关键的地方。混沌如死啊！那是多么痛苦的事！大哥，这是元婴心魔大劫，你可不能沉沦下去啊！你们2人倒是重情重义，可惜啊，你们与这小子在一起，等他死在了心魔天劫，老夫送你们一起去死！小子，看来今日便是不用老夫出手。去除心魔幻境，来吧！坚持住，这是天劫之力，可以将你的灵力产生质的变化。这难道就是元婴气？嘿，二哥，狂口小儿，受死吧！
不过刚刚突破元婴，受死！还想跑？试试这一招摧天剑诀！父母，小子如此天赋，老夫拉你一起生死不算亏。好险！元婴期后期自爆，若不是剑灵当时撕开空间带我逃走，我肯定难逃一死。现在我已踏入元婴，剑关对我的作用已然不大。此次生死之间有大恐怖，亦有大机缘，你可感受自己元婴境界的力量了。另外，现在我要告诉你一件事，你我因果就此关联，此后你的敌人不再是在下界之内，而是上界那些所谓的仙人。仙人？你达到炼虚境后，上界那些人便有可能感应到我的气息，势必会前来追杀，届时那才是决出生死之时。如今这些不过都是不值一提。仙人？仙人到底是什么模样？还有那心魔幻境，那真的是我的父亲吗？大哥，我和曹岩先将你安顿在山洞之中，观你无事之后，便打算就此离去。如今你为元婴大能，自然不再如此前那般，而我和曹岩还需多多磨练。大哥勿忧，夜风曹岩柳。山水有相逢，你我兄弟三人，顶峰再见。如今已到元婴后期，该找一处密地沉淀精气所得了，看看能否化神吧。该去哪儿呢？哎，瞎子，叫什么来着？天机阁榜单第16名，李观奇。你是何人？哼，老子是谁？我可是天机榜第6，莫从仪。把剑关交出来，今日可以给你留个全尸。我看你是找死。哼，区16。天机榜第6，也不过如此。这天机榜到底是什么来头？居然能绘制出全大陆的详细地图和势力，也不知何时把我也弄上榜。小子，胆敢欺！小子，胆敢欺我，受死！入了我的炼狱领域，今日便死在这里吧。区领域？不对，这领域里的这些白骨都是你杀的。不过是些凡人，我杀便杀了。区几十年寿，化我领域，我自可待他们长生。你不该罔顾他人性命，这次我是真的要杀你了。就凭你一个元婴后期，我可是半步化神，你怕不是得了什么失心疯？这是你的领域。先前你对我如何言语相向，我对你都没有杀意，可你不该罔顾他人性命。你若不死，他人怎能瞑目？你不应该是16，我可是东域墨家。杀我者，
天机榜16，李冠希，作死！你要这古剑做什么？我本体受损，无法自主吸收灵气。这古剑是人鱼族大能所化，里面蕴含了他所有的灵气。我如果吸收了这古剑，以后就不用靠你供给了。那好吧，就这么给我了，这可是一件古物。你要就给你喽。接下来一段时间我会陷入沉睡，时间不确定，不过你一个人一定要小心。这个东域墨家居然下达了整个大夏域的追杀令，提供线索者获3000上品灵石，杀了我便获得1个亿。连我自己都想把自己交出去，虽如今回了北域，但却无法回到宗门，不可为宗门再招惹祸端。只能尝试自己潜修，看看能不能突破化神境吧。李某的项上人头就在这里，想要便来拿吧。莫志远，你要与我大夏剑宗开战吗？陆康年，你少废话！你应该知道我今日为何而来。知道又如何？小的无能，挑衅被杀；老的来出头，你休闲1000年又如何？还不是活到狗肚子里去了！窝囊废！你找暗鸦组织暗杀，花费了多少？我没时间跟你在这耍嘴皮子，告诉我李冠希在哪儿？否则今日我墨家势必要血洗大夏剑宗！而要效仿当年的紫阳殿否？墨家也是要我如此教人？笑话！墨家弟子听令，给我杀！今日便是我大夏剑宗出世之时，大夏剑宗弟子听令，随我迎战，杀敌！大夏剑宗弟子李冠奇归宗！便是你杀了我儿！你儿子他该杀！儿子如此丧尽天良，其父必然也有所失，受死吧！回来就好，穷寇莫追，打扫战场。宗主，今日我大夏剑宗未有伤亡，反而是对方且我开宗出世的目的已然达到，不用如此了。您的意思是说，避免大夏剑宗锋芒过露，以免成为众矢之的。2年未见，你长大了。走吧，回去再说。这小子才回来1年，这就突破化神巅峰了。我也不知道，上次他回来，除了偶尔来天来峰上看看我，送些包子，剩余时间都是自己在修炼。此次突破之后，恐怕又要离去了。这小子，不过他现在是宗门长老，从未考核测试过弟子，今年这件事就交给他来办，我也好放松放松。如此也好，这小子在整个大夏域出尽了威名，但回来后便一直在修炼，也不。众弟子听令，第一式1、2。我就说我不合适吧，这些弟子交织我，也就相差几岁。收。是李长老，这位便是民政整个大夏域，元婴期便跨阶斩杀化神，如今已经快达到化神巅峰了。诸位，记入我大夏剑宗，当知剑宗宗训：手中剑不指弱者，心中剑不惧强者，平天下不平之事，杀天下该杀之人。若有朝一日因宗训出手，遭遇强敌，
本宗定。苍鹭，接下来的事情便交给你了，我还要回去修炼，就不再继续了。李长老前去便是，这里交由苍鹭来继续就好了。这苍鹭，大家继续。1年前加入宗门来，第一式处理宗门之事，却如此娴熟。2，不像是他自己所说，是数百年的散修。散修，不降在这。难道是我多虑了？可我为何总感觉有人窥探于我？这苍鹭不过是元婴期，且入宗时也有检查他是否具有夺魂大能，也亦非是轮回转世之人。奇怪，宗主，这苍鹭的来历就只有这些吗？你是怀疑这苍鹭是其他宗门派来的探子？这些日子我在宗门时常感到有人窥探，恰巧每次这个苍鹭都在场，这会不会太过巧合，事出反常必要？进我宗门之人无不要过验魂问息，他都如数通过了，且还是元婴期大能。在我大夏域，所有势力都没有这个魄力，能让一个元婴期大能甘愿洗去所有记忆，来我大夏剑宗潜伏。会不会你感应错了？不会错，但不管这个窥探之人所图何事，他应该针对的目标只有我，所以我只需要稍稍露出些破绽。你是要以自己做诱饵，可万一……宗主，我现在已是化神巅峰，哪怕炼虚境的强者想要瞬间击杀我都是不可能的，况且这还是在我们宗门呢。好，但还是要小心一些，届时我就在附近。弟子告退。见过李长老。我听说李长老最近惹恼了宗主，宗主还说要废了他呢。李长老是化神巅峰，宗主不过化神初期，便只好去请炼虚期的太上长老了。有这等事儿？千真万确。我就不信这本传出去还不出现。果然来了。原来是你，天幕峰峰主于木。于木，你为何隐藏在我大夏剑宗多年？究竟所为何事？李关奇，你我无怨无仇，给我解开！你不过化神初期，哪儿来的底气这样跟我说话？你，于木，宗主，你为何暗中窥探于李关奇？你若不说，我便将你当作叛徒处理。你作为峰主，应该知道是什么下场。不要杀我！我说，1年前墨家走后，我困在元婴期，无法晋升化神期。此刻有一名黑袍人出现，给了我一枚神秘丹药，随后晋升化神期。以此，他作为要挟，便令我每天盯着李关奇。至于其他……何人胆敢在我大夏剑宗行凶？宗主，于木应该是神识被人下了禁制，恐怕他自己也不知道，应该便是那枚丹药的问题。宗主，此人的实力应该非常强大，至少是在化神期，甚至炼虚期之上。可我实在想不通，此人实力已经如此强大。如果对方是想从你身上确认什么，或者是什么事情存在与否？确认什么？难道是因为我化神期身上的气息引起了上界之人的注意？他们发现了剑关中
剑灵的存在。嗯，多谢宗主提醒。关奇明白了。若是需要宗门相助，但将无妨。不过，如此说来，这苍鹭倒是可以洗清嫌疑了。不能确认，苍鹭此人还需要着重观察。宗主，我决定出门了。你是怕此人祸及宗门？此人实力强大，虽然还不知为何因我而来，但我想试试。关奇，你其实不必如此。宗主不必多说，关奇去意已决。那，你准备前往何处？大夏域内，我树敌颇多，只能换个地方试试。我准备前往紫。小小气灵，竟然在本宗面前卖弄，可笑。不过，究竟是不是你呢？李青云下界的儿子，还有那个东西。苏璇呢？作为昔日李青云麾下第一神将，仙王之下无敌，你是不是也在这下界呢？是时候离开这里了，再试最后一次吧。你不是化神境。化神境？呵呵，不好，他是在等关奇回来。速速告诉关奇，不要让他回来。此人不仅仅是炼虚境，甚至说是合体。完了！你究竟是什么人？我大夏剑宗在此屹立上万年，何时招惹了你这般存在？屹立万年，你们可知万年前此地是谁？没想到昔日连接上下两界之地的通道，竟在这宗门之下。小小太乙真仙竟能做到如此隐秘，绝非正常。你是上界之人，杀我！杀的就是你！不错，能在化神期便能将灵咒运用至如此，就算是在上界，也是天骄了。上界，关奇，你快走！他是上界之人，来的目的就是你。看来你是不想逃了，那么就让我会会你究竟如何！哼，好强的剑气！看来不是他，难道剑馆中还有其他的？这剑不错，可也仅仅是不错。你若想杀我，不使出所有手段是不行的。开山！若不是这具化身此前消耗太多，这堪比炼虚境的一击，何足挂齿。若是想要回去的话，看来只能先行离开此地。雷天火，不好，他的剑意中还有另外一种刀意在侵蚀我的化身。小子，今日我确定是你了。还是被发现了吗？你我还有再见之机，等到那时，便会见识到什么叫做真正的力量。凡人永远不可能和仙抗衡。哼，哪里跑？等待死亡吧。终究还是被发现了吗？看来是时候召集五大狱主一同商议了。可是，这么快就找到了吗？去通知天机阁，可以动手了。那些暗处的钉子先拔掉。另外，给大夏剑宗送去造化丹，医治厉难停。条件是让关奇去一趟神宝域。是，狱主。大战就要开启了，你可要快速成长啊！陆康年这小子还不错，竟能立即反应过来，联系其他五域之主。不亏当年我从上界把他救下来。那苍鹭既然来了，
还想回去吗？若是让你逃掉，老夫我守在这两界之间，还有何用？这人灵界的事情，迟早会被你们知道。不过现在，哼！快了，等到了上界，到时我便能先行抢到那小子，好好研究，在第一时间抢占人灵界各地。届时，我便能在仙界真正称尊。既然来了，便不要走了。苏璇，你不在下界，哼，受死吧！这天机阁愿意拿出如此罕见的造化丹，但条件仅仅是让我来一趟神宝域。这天机阁难道说跟爷爷有关？李长青，我已经和爹爹说过了，不会参与这定亲。那何元天还来此作甚？小姐，此事毕竟是玉主在您还未出生前定下的婚约，他倒也不好直面反驳，所以爹爹便想以此逼我就范。我未出生前的婚约，他若想嫁，自己嫁去。其实这何元廷倒也不错，天资虽未有小姐这般绝代，但其也算当今年轻一代的佼佼。不过当然了，小姐您要是不喜欢，今日便直接退亲倒也无妨，玉主大人定不会对您责怪。走吧，今日便说明退亲，莫要让他对外肆意狂野。这背影怎么如此熟悉？天蓝色的裙子，婉舒，婉舒，小瞎子，哪里来的野修？念你如今修行不易，速速离去！今日与何家红莲拔剑。是不是给你小子脸了？完了，岳父大人，岳父大人，刚才是小子不对，我刚才感受到。来，再给老子受把剑！岳父大人，我刚才是感受到您的威压，下意识。那怎么可以呀？拔剑，快拔剑！老子浑身痒痒呢。刚才那股子气势呢？岳父大人，您就饶了我吧，关奇也是您看着长大的呀。臭小子，老子当年一直都防着你，没想你可知道我们家婉舒有多少人追求啊？孟叔也不想让我爷爷知道吧？果然，爷爷他到底是谁？婉舒的父亲身为大承启，连他都这样，可是他又在什么地方？你真的对婉舒好吗？能给他幸福吗？孟叔，我定会尽自己的全力保护他，爱护他，不会让他受到一点伤害，哪怕牺牲掉我自己的性命，请孟叔放心。多谢岳父大人。小瞎子，你在看什么？这是爷爷留给我的玉简，刚刚被长青送来的。爷爷他老人家还好吗？在你们搬走之后，爷爷他也走了。炼虚中期了，不错。大须弥九宫诛仙文，你是爷爷的人？她便是芙蓉村住在你们隔壁的小丫头。正是。拜见龙叔。多谢龙前辈赐下机缘。你想知道的一切都在这玉佩里，前提是我是第几个？
第二个，第一个是天机阁阁主古庸。好，我知道了。如今我手头还有些事，办完之后便会前去。我知道你想问什么，但是你爷爷身份很特殊，肩上担负的东西很多，他不是不想与你相见，只是现在不能。我明白了，我会一步一步变强，争取早日见到爷爷。好了，事情已经办完，我便就此离去，有缘日后再见。玄门玉曹，没事的，一切都会没事的。早期间，曹岩与我同行的时候，我还是元婴初期，当时被一个元婴老祖追杀，要不是他和叶枫救我，恐怕……所以，我一定要去救他。爹，这次我要和小瞎子一起去，你不准拦我。婉叔，老大，等他怎么会来沈宝玉？老大，你可让我好找啊！我在大夏域从东找到西，从西找到东啊，结果回宗门了，说你又去了沈宝玉。不过还好，我赶上了。你小子最近进步不少啊，都到炼虚境初期了。那是，老大，说来话长啊。你不要说来话长了。我们现在要去救曹岩，你去不去？去啊，当然去了。谁敢欺负我三弟？他现在在哪儿？去玄门域。不过你这副装扮要不要收拾一下？啊，哎，他是叫大嫂。哦，大嫂，走吧。哎，曹振南，当初留在你体内的后门，竟然没有把你弄死，你该死！垃圾就是垃圾，真以为有点本事就可以回来报仇了？当年你父亲死之前跟你说的话，你是全然忘了。既然如此，那你去死！我看死的是你！大哥，二哥，伤我兄弟者，死！玄门域南天王，垃圾！你杀不死我的，我可是南天王是吧？就算你们其他三大天王来了又如何？惹了老子，老子照杀不误。今日不杀你，是给你们玄门域域主颜面。若再有下次，你便不必活了。哼！曹岩的伤势太重了，伤及了灵根。该死！要是我早点知道就好了。剑灵，曹岩的灵根可有办法治？有，只不过他要承受非常人之痛。告诉我，我相信他能挺过去的。我有办法救曹岩了。啊！曹岩，跟着你净身识海中的运行路线，运行你的灵力，坚持住！曹岩，多谢大哥二哥，我恢复化神巅峰了。来，慢点。哎啊，二哥，这位是？叫大嫂。哦，
长得漂亮啊！那你看，大嫂，好了。近日我境界提升太快，此战又收益良多，准备回宗门一趟。曹岩、安叔，你们随我一块过去吧。话说回来，这些年一直在外面飘着，上次回去只在宗门外问了声后便离开了，现在是时候回去了。那便一同回宗。太好了。刚恢复，你慢一点。没事的，二哥。弟子观其拜见宗主。师父。好啊，回来就好。你在路上给我说的事情，我都已经知道了。曹岩日后便可担任客卿长老，不论何时何地，只要不违背宗门宗规，我大夏剑宗便可举宗维护。曹岩，拜谢宗主。你小子在神宝玉和玄门玉做的事情，我都已经听说了，真给我大夏剑宗长脸面呐！徒儿，这次回来，如果时间允许的话，就在宗门内多停留些时日。新入门的一些弟子可都是听着你的事迹成长起来的，总是要见上一见，给他们传授一些心得的。是，师父，这次回来，我也打算闭关一段时间，短时间内应该不会出去了。进去吧。首先，第一句话就是千万不要狂妄自大，但也不能妄自菲薄。狂妄是需要付出代价的，但在该出手的时候，也绝对不要心慈手软。如今大夏剑宗的辉煌是昔日的师兄弟们一拳一剑打出来的，只有等你们实力强大，才会得到人的尊重。敢问李长老，杀一位元婴期修士该怎么做？如果你们是同境，那自然好说，但若你想以金丹期击杀元婴期，首先你要保证你有击杀元婴期的手段，其次就是要想尽一切办法阻止对方撕裂空间逃走，再者就是要迅速击杀，不然会。宗主，敢问宗门内可否有拓印石碑？我藏在虚空之中，竟然被你小子发现了。好，这里便有。我留下这一件供你们参悟，具体能悟出多少，就看你们自己的机遇了。这一世的剑招可是天阶顶级剑。栾叔，如今我已炼虚中期，已经触碰到了反虚的门槛，此次闭关可能需要比较长的时间。你若是在宗门待着无聊，可以返回神宝玉。有你的地方，我便等你，无论时间有多久。神宝玉太远，我只想等你出来的第一。炼虚反虚之意为从1/1000的元神中抽出其一，塑造化身。不，你不能和他人相同。我要你分裂元神的三魂七魄，塑造出一个虚神，或许称之为阴神更为合适。这最终的目的是让你超脱世界之外，不受天机所控。我已经感应到，或者说你爷爷也感应到了，天地之外有人正在拖延你的存在。虽目前我还不知为何，但待你合体之后，天上地下将没有人可以推演于你，所以这是你唯一一次可以摆脱的机会。剑灵，你是不是知道我爷爷的下落？我猜他应该是6域之外的第7域的人，或者说上。虽然有人推演我的存在，却未曾找到，所以我得更加一步一步变强，不能完全靠爷爷。所以现在开始吧。老大，你终于出关了。怎么回事？晚叔怎么不在宗门之内？老大，你先别急，嫂子如今没事，她被接走了。什么？她被接走了？那是你刚入关的时候，孟玉主突然出现，说要带走嫂子，说是有一个叫陆天海的合体境强者在追杀嫂子。什么？对，我本来想要阻拦，但是孟玉主毕竟是嫂子的父亲，就是这样，嫂子就被孟玉主给带走了。陆天海，暗压组织玄级杀手，龙后底盘被揭开，冤魔现世，这定然是暗压组织捣的鬼。孟叔，您最近是否离开过神宝玉？臭小子，是啊，我最近确实离开了几日。好了，我知道了，孟叔，
还烦请您照顾好晚书。那这些事，这个暗鸦组织如此煞费苦心的想要让冤魔现世在沈宝玉，身为沈宝玉织女的晚书必然会前往。他们的目的不是为了击杀晚书，而是为了拘拿晚书，以此来要挟孟叔。谁这么大胆子，竟敢威胁沈宝玉玉主？孟叔，最近知道您和晚书行踪的人，您得好好排查一下了。好的，知道了。爷爷，孟叔前往第七域的事情，估计已经被人盯上了。我知道了，这一次的敌人很强啊！你小子别妄然行事，我自然对付。你什么时候大成气了，可以来找我。在此之前，无论发生什么事情，都不可以来。宗主找关奇是有什么话要对关奇说吗？其实，在我们大夏剑宗之下，也有一处镇压冤魔的阵法，具体何用？冤魔？可是来自上界。你猜到了，我想去看看。跟我来。此处便是封印冤魔的地方。昔日上界放下冤魔，肆虐6大域，整片大地之上生灵涂炭，想要以此将下界归于仙界。想我昔日人灵界本也不是仙界附庸，可他们实在是太强大了。若不是仙界中有一位仙王为我人灵界发声，恐怕……宗主，宗门的典籍中似乎也并未提到这些呀。这是只有宗主才能知道的秘辛。今后我大夏剑宗不可无主，不若……宗主，您别提这事儿了啊！我还要去沈宝玉看晚书。此次冤魔在沈宝玉暴动，晚书也备受牵连。弟子先告辞了。快没有时间了，我之前怎么没有往这里想过呀？孟叔，此事都怪我没有照顾好晚书。罢了，不论你正突破反虚，为日后合体之境做准备，就算你在场，那半步合体和一位合体期，你又该如何？不过还好，晚书也正是因此，终于能够突破合体期了。你小子可要努力了呀！那以后我是不是就可以躺着吃软饭了？哦，对了，我听说您是6域之中炼气顶尖的存在，我想麻烦孟叔帮我打造一件可以容纳灵虚剑气的虚器。你小子此次炼虚反虚之后，合体也是不远了。如今呢，冤魔临世，暗鸦组织也出现了，还有6域将大乱，实力才是最关键的。虚器的事我应下了，等你回来来取。多谢孟叔。其实我也正有此意，这段时间我准备闭关突破一下，以待日后的危机。去吧，等下我还有事，便不送了。可是上次那个叛徒，李长青，你跟了我上千年，我孟江剑官随着我境界提升，如今已经可以掌控6大别人灵虚的能力。如今此人的虚象的威能刚好适用杀力、破刃、赤灵、虚象。如今我的实力已然几何倍的成长。我以为你会杀了他。我并非是嗜杀之人，之前死于我剑下的都是想要置我于死地的人。刚才那人却是为名利而来，他口口声声说想杀我，心中却是不实。掠夺了他的灵虚，已然算是对他的惩戒了。不过好像无论我做什么事，你都不发表任何意见。因为我和你性命相连啊！你若是想要杀人，那我便帮你杀人；你若想救人，我便同往，继续变得更强吧。我期待你可以使用我的时候。天机阁给我传来消息，天机阁阁主古庸请求与阎罗剑尊在道禅域一叙。古庸，我好像并未见过他。不过上次在沈宝玉听龙侯和孟叔提起过，他好像也是爷爷的人。我目前在紫霞域，敢问有何事？老阁主如今即将闭关，在准备破境之事，有重要之事，还请阎罗剑尊移步道禅域。破境？早些时候便听闻天机阁阁主古庸
已经大成境巅峰，难道如今要突破渡劫境了？可是他找我做些什么？难道事关爷爷？天机阁阁主弟子宋允书见过阎罗剑尊，也不知道是谁给我起的名字，什么阎罗剑尊？你们古雍阁主人呢？找我有何事？师父已经闭关了，他在闭关前已经嘱咐过我，希望您能代掌天机阁。代掌天机阁？据我所知，你们阁中有不少人能够执掌天机阁，为何是我？你只需说答应不答应，至于其他，没必要知道那么多。若是我一定要知道理由呢？合体期的大能。天机阁如今的问题很大，阁中内部如今分出一股势力，觉得安雅组织控制冤魔出世，还有一些远古的家族也要出世。六域即将大乱，到时候天机阁的力量必将被吞并，所以他们就攀上高枝去当狗腿子了。你不会真的以为凭着这张脸长得好看，我就会答应你？说白了，天机阁现在就是个烫手山芋，弄不好是会死人的。不过这事儿呢，我答应了。真的？若不是六域将乱，我也想建立一个属于自己的势力，谁才会去想接这个烂摊子？你这位护道之人，看来合体期的天劫快要来临了。说说吧，我需要代掌天机阁多久？时间短则月余，长则……不过您放心，您在天机阁内所有的修炼资源和3年，我代掌天机阁最多只能3年。如今六域动乱，暗哑组织推动冤魔之事，还有晚书也即将破关，所以我只能接受3年。好，3年就3年。屠爷爷，3年师父不可能出关呀。3年不成，老夫便亲自送你上阁主之位。敢问前辈，在天机阁所任何职啊？天机卫。这是敢在我面前杀人，你这是何物？为何你一拿出来，便有人要杀害你？这是代表天机阁的玉佩，天机阁不认阁主，只认玉佩。凭此玉佩，可以随意调动天机阁在六域内的所有资源和势力。看来我们从神宝域到道产域，再到这里，一路上都有尾巴追随。有些人已经按捺。那便看看谁的手段更高。道传域所有天机阁弟子听令，唐还想篡权，螳臂当车。如今短短1个月，天机阁4塔死了3个团，总该都老实了。不过这关云阁在叶枫借助天机阁的势力下，搞得风生水起，据说还弄来了2个炼虚境的强者，这小子还真是不错。古雍前辈，您这是突破渡劫期了？你小子管了1个月，我这天机阁4塔尽毁，杀了3个，还被你拐跑去你关云阁1个，这不是快刀斩乱麻吗？乱世当用重典。是啊，乱世。阁主现在既然已经回归，那我便也告辞了。你就没想过当这个阁主？阁主说笑了，我本就不醉心此道，要不是宋姑娘苦苦哀求，我才懒得管这个事儿。哎，好了，你走吧。暗哑组织那些人，你不用再去暗中调查。这天机阁的实力果然强劲，连我遍寻不到的悟道果，他们这里竟有。如今我也是炼虚巅峰，晚书那里应该也差不多了，是时候回神宝域了。送我去神宝域。是。顾大人，他已经踏上传送阵了，落地地点是神宝域。出发多久了？回禀顾大人，会出一炷香的时辰。魑魅魍魉，魅是炼虚期，那么合体期呢？不可能！暗哑组织竟然出现了渡劫期的强者。孟老哥，暗哑组织要对李观奇在传送通道下手，请务必。你死了，是父亲救了你。多谢老叔，我巴不得你死在那儿，这样我们家晚叔就不会再跟你这个混小子了。孟叔，其实我有一事相求。
干啥？大夏剑宗和六谷圣门达成了联盟，我想在两宗之间构建一个传送阵，这样彼此之间互相守望，要方便一些。你一个普通的宗门，现如今都有一个跨域传送阵，还要这个干嘛？要不要老子再给你弄几个跨域传送阵，这样你大夏剑宗就可以拿来做传物收费啊？这个主意不错，岳父大人不愧是一域之主。你小子何时脸皮这般厚啊？接下来什么打算？我准备回宗。近日六域大乱，冤魔横行，再不回宗不放心。也好，你说的也对，风雨欲来，你是该回去。行了，你小子抓紧滚蛋。这个不行，我岳母大人你们做的不错，但还有一件事需要调查清楚。老大，你直说便是。如今的关云阁堪比一域霸主，所分据点遍布六域。暗崖组织释放冤魔扰乱六域之事，我想你们应该都知道。前些日子我击杀了魑魅魍魉中魅级别的杀手，我需要知道他们是什么人，在什么地方，这其中到底还有没有渡劫期的杀手？渡劫期？暗压一个暗杀组织，居然有渡劫期的修士？魑魅魍魉中往后算，至少都是大成期。若是这个组织里所有的杀手都是大成期，那背后之人该有多恐怖啊！所以经过此战，我觉得实力还是太弱。接下来我需要闭关检修一段时间。未到大成，自从上次突破合体期后，不久就到达了合体巅峰。可大成期明明感觉突破就在眼前，却还是一场空。也不知晚叔那边怎么样了。前几日问孟叔，晚叔还未出关。大成期，要是突破大成期之后，就能去第7域见爷爷了，这也了了我多年的心结。文琪，若是遇到了桎梏无法突破，便来天剑锋上次我带你来的地方见我。宗主怎么知晓？宗主，宗主怎知我突破了合体期巅峰了？好多年了，终于看到希望了。上次我跟你说过，我大夏剑宗之下是一处冤魔封印之地，那些暗压组织肯定会前来，但他们的目的并不是此地的区区冤魔封印。什么？不是这里的冤魔封印？冤魔封印只是当年刻意而为之，它的下方还藏着一处昔日被人刻意打通，连接上界的通道。宗主，您怎么会知道这些？您不过是区区的练虚期是吧？此事我现在不想提起，不过等你突破了大成期后，见到你爷爷，你就会明白了。您知道我爷爷？说来话长，还是先说说宗主的身份，看来并非这么简单。刚才带我来到此地时，所散发的气息和灵力更为出色，还有刚主所说这阵法中溢散出的仙灵之力，果然对我颇惊有感。体内的桎梏已经开始松动了，若是在此修炼，定能事半功倍。是李长老，他这是又突破了。上次突破已经是合体期，难道这次是大成期？我李观奇突破大成期，外围弟子均可来观摩。这可是大成期的天劫，若是能从中参悟到半分，将受益终生。你小子的天赋果然只不过是临门一脚，即便是有仙灵之力帮助，他人至少困顿个10年100年，你小子却只用了短短数月。这点威力也太小看我了吧！这还有这样渡劫的？大成期攻城，我大夏剑宗。宗主，我已突破大成期。适才，你突破大成期之时，可否感觉到自己身体的变化？我的灵根其实是神品，难道是爷爷为了保护我，才在我身上画下大须弥9宫诛仙纹，以此来镇压的？果真聪慧，我应该早就知道你的身份的。唉，只是太多年了，到最后我才反应过来。最后，好了，去第7域找你爷爷吧，他会告诉你
你想知道的一切。终于要去找爷爷了吗？可是宗主你……宗主，在去第7域之前，我还有一件事情要做。阁主，暗鸦组织下落找到了，在葬神谷中。不过他们好像发现我们了。他们应该是想引我去，但真以为现在的我是好欺负的，那今日旧账新账也一起算了吧。大哥，一切小心呐。近日这段时间，我可能都不在6域，宗门、板书还有观云阁也交给你了。我知道了，大哥。暗鸦，我来了。狱主，少爷已经突破大成期了，不过剑关上方您布下的阵门却被磨灭大半，想必是也撑不下去了。够了，老头子，我在这人灵界谋划数百年了，今朝终于要成功了。青云仙王，老臣不辱使命啊！通传下去，所有太乙真仙以下尽数前往人灵界渊魔封印之地，令金仙以上随我在此等候少主。是，擎天神将大人。仙界，我便杀穿你们仙界，昔日之仇，今日便可泯去一切了。爷爷，青云仙王座下第一神将擎天参见殿下。爷爷，臭小子，余下事情我慢慢跟你讲。仙王给你留下的还有东西呢，你要迅速吸收消化，方能带领我等迎战仙界之人。爷爷，这是哪里啊？这是仙王昔日遇见，也就是人灵界中常传闻的第7域。如今他终于等到你了。爷爷，这跟我有什么关系啊？还有外面那些人。关奇，你先坐上去，坐上去，你便全知道了。上面啊，还有仙王留给你的东西呢。不知为何，我竟然敢……青云仙王，你若不想要这人灵界，便退出就是，莫要阻碍我等，否则就算你是9阶仙王，也阻挡不了我们。要战便战，青云殿何惧之有？尔等枉为上界仙人，置天道循环之理而不顾，为夺取冤魔体内之魔力，竟残害人灵界，圈养冤魔。你们可知此举会导致魔界卷土重来？到时上界会如何？尔等又置下界苍生于何地？李青云，到如今这个地步，你还看不清楚吗？现在已经不是说要不要下界，而是你必须死。区区6阶仙王，竟敢在本王面前撒野！给我死！诸位道友，救我！傅轩，仙王，我在。此战生死未卜，我现在将你和关奇送入下界，到时我会将你们记忆封存，只有他跟你相见之时，记忆才会解封。若是还有机会，罢了，活下去。仙王，儿啊，爹以后恐怕不能陪你了。我已在下界给你找了娘亲，虽然她不是你的亲娘亲，但我已经更改了她的记忆，她定会视你为己出的。将来作为一个普通人，安安稳稳的活下去也好。儿，快走，走！青云殿，上界仙人临凡，尔等凡夫俗子，尽可前来观战。这是连脸都不要了吗？我看你们很怕他呀。那么老夫便替他先来试试你们的斤两。宗主，你到底要干什么？
区金仙化身，难道就这么肆意妄为吗？你们镇守好冤魔封印和通道，不要乱走。竟然有下界之人能够避开天机，修炼到金仙境。不对，你不是下界之人。废话太多，老野，你惹怒我了。葛玉，听我指令，伏天大阵起！就只有这些了吗？你们可知我是谁？好久不见呐，宗主！没想到你竟然隐藏得这么深，连我都骗过去了。江路，仙王，可惜呀，你知道的太晚了，死吧！宗主，仙王，什么仙王？就是你们这些仙王，我昔日剑下的弟子，尽数毁于一旦，你们就该死！你活不了多久了，自己找个地方去死，不要死在我的眼前。小子，你准备好了吗？能帮你多少，就帮你多少吧。看好！该死！你们全都该死！区一个金仙境界敢伤我，杀！全部都是圈养的蝼蚁，该死！沈宝玉，所有人随我一起杀敌保驾！关云阁，随我杀敌！螳臂挡车罢了。刚刚突然出现一身剑灵的气息，剑灵果然在你手中。不对，你的境界，这不可能！是你们！天道循环，肆意屠杀下界生灵，父亲他才会死。唤名，儿李观棋，借父亲李青云仙王之力。不对，这不可能！他李青云早就死了。第一剑，红莲，让聂尔等身躯。第二剑，阎罗，送尔等不落九幽，魂飞魄散。父亲，观棋，真的找不到他们的魂魄了吗？我的身世遍布诸天万界，却未曾找到一丝他们的蛛丝马迹。可能他们真的都死了。小瞎子，你别难过，我会永远陪在你身边的。我知道。安叔，我们成婚吧。都听你的。我曾换仙名，调取父亲的仙王之力，这些力量在我体内至今未曾消散，加上仙界所获，我现在已是9阶仙王巅峰。在仙界之上，我似乎感应到还有一界在召唤我。